80年代，我隐姓埋名，远赴藏区为祖国做奉献。可后来，我儿子却因为说不出爸爸的职业，被全校同学排挤，被老师几次逼迫退学。儿子哭着辩解，妈妈说了，爸爸在很远的地方，不能说，要保密。霸凌者却一边做鬼脸，一边嘲讽他，撒谎精，你爸肯定是个逃犯。教导主任也推了推眼镜，冷笑。家长连职业都不敢说，怎么证明孩子思想清白？我们学校不收罪犯的儿子。等我回到家时，发现儿子已经有轻微自闭倾向。当晚，我从木箱底层翻出磨掉漆的保密工作证，连夜赶到组织。那天，我站在团长桌前，指着工作证第2页的终身保密承诺说：20年前，我在那木错判测数据，零下30度啃冻硬的青稞饼，就为了让全天下的孩子们能有条件好好读书。可为什么，如今我儿子却因为我连学都上不成？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刚从实验室出来，脱下防护服，通讯部的小王便过来找我。明正哥，嫂子的电话，找你有急事。他没有打我的手机，而是直接打到了组织那里，由组织转接给我。看到小王脸上的严峻表情，我左眼皮跳了跳，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工作性质原因，我离家多年，整日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有时为了一个封闭实验，甚至要关在实验室3-4天才能结束出来。而妻子联系不上我属于家常便饭，而她也习惯了我动辄3-4天的失联。但她一向理解我，也很支持我的工作，总是默默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今天之前，他从来没有擅作主张通过组织部联系我，能让他等不及先和我通电话，就直接通过组织部联系我，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大事。我向小王道了谢，立刻给妻子拨通了电话。好多天没联系，我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妻子开口第一句话就带着哽咽：明征，你终于回电话了，呜呜呜。我心口一紧，阿言出什么事了？别着急，慢慢说。妻子将言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道：是肖儿出事了。什么？明肖出什么事了？一向冷静的我闻言立刻有些坐不住。明肖一向听话懂事，也很坚强独立，从不让父母担心。我的心脏仿佛被大手揪住，忍不住想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焦急不已。说到这里，妻子又呜呜地哭起来。明正，你快回来吧，要不然我们娘俩真活不下去了。你都不知道肖儿被欺负成什么样了。他们学校那一帮畜生太欺负人了。零下20多度的青藏高原，我就这么点了根烟，坐在外面，听着这3年来儿子明肖遭受的欺凌。妻子也慢慢冷静下来，一点点跟我说着事情的经过。儿子在学校被人孤立欺负了，可源头竟是因为我。儿子一直很懂事，常年是班里第1，却没想到当年开学测验，只因为碾压了第2名50分，就被第2名给记恨上了。而好巧不巧的是，那个第2名不是别人，正是当地某行长的儿子，有名的校霸周一泽。因着在学习上一直被儿子压一头，周一泽怀恨在心，一直暗戳戳各种联合同学孤立儿子。可由于儿子成绩优异，人品端正，起初同学们和老师并未被他煽动。为了不让我和老婆担心，儿子一直默默忍受，独自承担。他本以为熬过这2年，随着毕业就能解脱，可没想到前阵子那次父母职业交流大会，竟成了周一泽名正言顺欺负儿子的转折点。交流会上，大家都对自己父母的职业侃侃而谈。我爸爸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收到过好多病人送的锦旗。我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跟我们教导主任还是好朋友呢。我爸爸是行长，只要我好好学习，以后我也能当行长。轮到我儿子明肖时，他站起身，不卑不亢。我妈妈开了一个花店，能包出好多漂亮的花束。讲台上，新转来的班主任眼里闪过一抹鄙夷。那你爸爸呢？儿子解释道。
我爸爸的职业不能说。周一泽冷笑一声，装神弄鬼，你爸爸的职业就那么难以启齿吗？让我猜猜，不会是扫大街或者掏粪坑的吧？哈哈哈哈！全班都哄堂大笑起来，儿子的脸一下子气红了。你凭什么看不起环卫工人？我们思想道德课上学的内容，你都忘了吗？周一泽扬起下巴，得意洋洋。凭什么？就凭我爸爸是行长。你懂这是什么含金量吗？就你那个扫地掏粪的废物爸爸，给我爸爸提鞋都不配。见我被羞辱，儿子气得全身发抖，做事就要冲过去理论一番。班主任见状，这才站出来假意打圆场。好了好了，活动先到这里。他转向明霄，语气带着轻蔑：明霄同学，不管你爸爸的工作有多不体面，你都该勇敢说出来。接着又扫视全班，同学们记住了，好好学习，以后别像明霄爸爸那样，让孩子连职业都羞于启齿。下课，班主任刚一离开，周一泽就带着跟班把明霄围在中间，阴阳怪气的嘲笑：魏明霄，你倒是说说你爸到底是啥职业啊？不会真的是扫大街的吧？啧，真够丢人的，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原来是在家里熏出来的啊！哈哈哈哈哈！旁边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跟着起哄，让扫大街的儿子考全班第一。周哥，你这学霸宝座被他压一头，也太没排面了。周一泽听了这话，眼神瞬间变得狠厉，他猛地推了一把儿子，狠狠丢下一句等着瞧，就带着小弟扬长而去。从那天开始，我的工作成了他们攻击儿子的武器。不管在操场、食堂、厕所还是走廊，只要撞见明霄，周一泽就带着人围上去起哄：明霄，你爸到底是干嘛的？连亲爹做什么都不敢说，你到底在怕什么啊？渐渐的，全班甚至全年级都知道，明霄有一个连职业都难以启齿的父亲。周家有钱，周一泽又是校霸。有了周一泽带头，其他人见儿子一没背景二没家世，连爸爸的职业都说不出口，或为了自保，或出于自私，也纷纷成了帮凶。也曾有人出于正义，想向老师反映周一泽的欺凌行为，却立刻被旁人拉住。你要为了明霄得罪周一泽？明霄连亲爹做什么都不肯说，一看就是没背景的家庭，告老师有什么用？从那以后，在班里排挤儿子成了他们的共识。周一泽甚至放话威胁：谁跟明霄当朋友，就是跟我作对，我们周家绝不会放过他。儿子的校园生活至此再不见天日。明霄的课桌上时常被人用马克笔涂满污言秽语，课本总在课间不翼而飞，甚至有次打开水杯时，一只腐烂的死蟑螂正飘在水面上。而每一次儿子愤怒地质问是谁干的，回应他的却只有一阵哄笑声。台上的老师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直接以儿子扰乱课堂秩序为由，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儿子赶出课堂。渐渐的，儿子成绩出现下滑，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肉眼可见的憔悴起来。妻子姜妍多次找班主任沟通，对方却始终冷漠以对。姜女士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明霄自己没问题，怎么会被大家针对？再说他连父亲职业都遮遮掩掩，三番五次支支吾吾，难免让人怀疑他父亲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姜妍气得浑身发抖，眼眶通红。王老师，请你说话放尊重，我丈夫行事一向光明磊落。班主任却扯出一抹讥讽的笑：光明磊落？那怎么连自己爸爸做什么都没胆子说呢？果然啊，有些小孩没教养，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他们没教养的父母身上。后来班主任更是在课堂上阴阳怪气儿子：我劝有些同学别太玻璃心，怎么别人不霸凌，别人就霸凌你呢？没有少爷命，一身少爷病，受不了就退学，别污染我们班级的环境。真以为成绩好就能高人一等了？我看是读书读傻了。儿子哭着辩解：老师，我没有玻璃心，是周一泽太过分了。
妈妈说了，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真的不能说。全班顿时爆发出哄笑，有人朝他比鬼脸，有人拍着桌子起哄。啥工作不能说？除非你爸就是个逃犯，说不定是蹲监狱的杀人犯，难怪不敢说。思想品德课刚学过，就该打击明霄爸爸这种社会败类。巡查纪律的教导主任听到吵闹赶过来，黑着脸站在门口。吵什么吵？他瞥了眼角落里哭得浑身发抖的明霄，手指推了推眼镜，冷笑道：明晓同学，看看你把这个班级的纪律搞成什么样了。邝老师曾经还以为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家长连职业都藏着掖着，谁知道你思想有没有问题？我们学校不收犯罪分子的儿子。就这样，儿子被学校以不收犯罪分子的孩子为由强行退学了。妻子去学校理论那天，周一泽早带着一群举着录音笔和摄像机的记者守在大门两侧，他们像嗅到血腥味的野犬般蜂拥而上，镜头几乎戳到明霄苍白的脸上。A12中第1名的明霄同学竟然被退学，究竟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明霄同学，网传你父亲因刑事犯罪被通缉，这是真的吗？明霄妈妈，你丈夫是犯罪分子的事你怎么看？那晚回家后，明霄突然发起高烧，体温一度飙到40度。退烧后，他眼神变得空洞无神，吃饭时会握着筷子呆坐半小时，听见楼道脚步声就蜷缩在沙发角落发抖。妻子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才发现儿子已经有轻微的自闭倾向。烟蒂烫到手指的刺痛让我猛地回神，妻子的哭诉也在此刻戛然而止。他在电话那头嘶吼着，声音因哽咽而破碎。凭什么你在千里之外守着国门，儿子却要被人指着鼻子骂是罪犯的种？你知道吗？他现在连窗帘都不敢拉开，听见门铃声就缩在衣柜里发抖。你一守就是那么多年，现在总能回来了吧？要是明霄有个3长2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挂掉电话后，我才发现掌心全是冷汗，地上散落着7、8个燃尽的烟头，北风卷着沙粒刮过脸颊，像刀割一样疼。我离开家那么多年，以为守住了万家灯火，却没想过自己的儿子正在黑暗里被恶人欺凌啃噬。我踉跄着回到宿舍，从木箱底层翻出那本边角磨白的保密工作证，随后给组织部打了个电话，帮我安排个时间，我要见团长一面。这时，宿舍里的老式电视机突然响起尖锐的广告音，随后切进一条本地新闻专题报道。那是我家乡县城的频道，我偶尔会看一眼，缓解思乡之情。电视屏幕上市法制报的头版照片被放大，儿子明霄和妻子被10几名举着话筒、扛着老式摄像机的记者围在学校门口。妻子的风衣被扯得歪歪扭扭，明霄的脸被他死死护在怀里。报纸标题用加粗黑体字印着：独家追踪12中疑收通缉犯之子，相关部门是否监管失职？旁边的读者来信板块几乎被必须开除的红笔批注盖满，甚至有手写的标语照片：罪犯后代不配进重点中学。一时间，铺天盖地都是关于罪犯儿子被退学的消息。打开收音机，本地电台正大力歌颂总行长虎父无犬子，其儿子周一泽为社会铲除了一个潜在恶流，被学校正式颁发优秀新青年奖。我冷笑，没想到我在边疆为国奉献，竟然成了人人喊打的犯罪分子。当晚，我赶到组织部，在团长桌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指着保密工作中第2页终身保密承诺，红着眼说：团长，大学毕业我就跟着您加入了团队，奉献科研。20年前，我在那木错判测数据，零下30度啃冻硬的青稞饼，就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条件好好读书。可现在，为什么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却因为我连学都上不成？团长听完来龙去脉，气得猛地一拍桌子：岂有此理！法治新社会里，
我竟不知还有人敢只手遮天。他转而拍拍我的肩膀，语气郑重：明征同志，这事是组织考虑不周，探亲假我马上批给你，你立刻动身。我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由组织出面处理。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侄子和弟妹讨回公道。我坐着组织的飞机，由2人护送回到了家乡，这个我离别了3年的地方。落地后，我先给妻子打了电话，便直奔医院看望儿子。他住在单独的病房里，正抱着膝盖缩在床角，低头专注地看着什么。我轻轻推开门，走到他面前，他却毫无反应，只是目光呆滞地盯着床上的一张照片。我看到照片后，鼻子一酸，紧紧攥着拳头。那是3年前我们拍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儿子还没现在这么高，笑容灿烂。没想到再次相见，竟已是这般光景。明霄，爸爸回来了。儿子瑟缩了一下，缓缓抬起头。当他的瞳孔逐渐聚焦，我在他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还有那难以置信的惊愕。爸爸，你不是爸爸，我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不会现在回来的。你不是我爸爸，你出去。我赶紧掏出那部老旧的诺基亚手机，指尖因急切而打滑。屏幕亮起时，儿子画的全家福壁纸赫然在目，歪歪扭扭的3人像旁，用蜡笔写着给爸爸的礼物。明霄，你看这是谁画的？我把手机递到他眼前，声音发颤，还记得你说爸爸穿军装最帅吗？这是之前我去工作时特地用诺基亚拍下来留作纪念的照片。他的目光死死定在照片上，嘴唇哆嗦着，猛地起身扑在我怀里，嚎啕大哭。爸，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不是逃犯，也没有潜逃出国。我越听越愤怒，没想到儿子每天听到的都是这种编排。乖，爸爸回来了，这个公道爸爸会替你讨回来的。我首先来到学校，直奔儿子的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老师听闻是明霄的父亲来了，纷纷好奇地望向我。班主任先走进办公室，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很快掠过一丝轻蔑。我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因为经常进出实验室，也没有佩戴手表或者饰品的习惯。想必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人。明霄爸爸，你来有什么事吗？我沉声道。王老师，关于明霄被霸凌的事，我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他遭受了近1年的欺凌，甚至被无良记者偷拍照片散播谣言，这已经涉嫌违法了。班主任不耐烦地摆摆手。明霄爸爸，您该明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道理。难道明霄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更何况这件事本就是明同学有错在先，要是他早点说出您的职业，哪会有这些事？他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讥讽。他还跟老师撒谎说你从事保密工作，难不成你们家的家教就是教孩子对老师同学撒谎？我深吸一口气，耐着性子解释，王老师，明霄没撒谎，我从事的工作确实需要保密。他猛地打断我，声音尖利，没撒谎？明先生，您倒是说说看，什么工作需要对学校保密？我们早怀疑您的背景不干净了。学校绝不会收罪犯的孩子。我额角青筋直跳。王老师，请你说话放尊重。正要发作时，教导主任推门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其中那个吊儿郎当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周一泽。我在路上调查时看到过他的照片。看到他们，班主任一改刚才的嘴脸，语气谄媚。一泽爸爸，方圆爸爸，你们可算来了。他朝教导主任使了个眼色，这位是明霄的父亲。教导主任打量了我2眼，眼里闪过一抹金光，语气冰冷。明先生，明霄已经被学校劝退了，多说无益，请回吧。我还没说话，周一泽阴阳怪气地开口。哟，这就是明霄那个从事保密工作的老爸啊。瞧瞧这穷酸样，皮肤跟老树皮似的，不是蹲过监狱的逃犯，就是在路边扫大街的吧？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实，高原上风吹日晒，没日没夜的呕心沥血，我看着确实比同龄人苍老许多。我沉声道：“你就是带头欺负明霄的周一泽，现在我要求你公开向他道歉。”周一泽爸爸冷笑一声，故意露出手腕上的名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想让我儿子道歉？”旁边的学生方圆嗤笑出声，故意拔高音量：“你连周行长都不认识，还让一泽给你道歉，你真是犯罪分子啊！哈哈哈哈！总不会是残留的日本人吧？在 A 市，谁不知道周行长跺跺脚，金融街都得晃3晃。”方圆是周一泽的跟班，也是霸凌明霄的主谋之一。他母亲和教导主任是大学同窗，这层关系让他在学校也有恃无恐。看着他们满脸轻蔑、嬉皮笑脸的模样，我胸腔里的怒火直往上冲。就因为明霄没说我的职业，你们就把他欺负孤立到心里崩溃？周一泽笑嘻嘻：“只是抑郁啊，我还以为跳楼自杀了呢。”他脸皮可真厚，都被羞辱成这样了，还有脸活着呢。不过也是，就你这种废物点心还有脸活着，想必你儿子的脸皮也不遑多让啊！我的拳头捏得咔咔作响，如果可以，我真想一拳砸在他们脸上。我为国家做贡献，付出生命投入国防研究建设，没想到就是保护这种败类。周一泽爸爸手指敲着实木办公桌，嚣张道：“趁我没让保安把你扔出去，识相的就赶紧滚，不然我让你在市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找不到。”方圆爸爸也道：“快回去陪你那抑郁症的儿子吧。”方圆和一泽是这次期末考试优秀学生，我们作为优秀家长上台发言，还要讨论发言稿呢。眼看霸凌者家长满脸嚣张，再想到明霄此刻还在医院病房里做着心理疏导，我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这算什么道理？作恶者光鲜亮丽地享受荣誉，受害者却要在痛苦里挣扎。我语气凛然，给他们下最后的通牒：如果你们不向我儿子道歉，那我会通过法律程序来制裁你们。办公室里顿时爆发出哄笑，周一泽甚至拍着桌子喊：“去法院！你知道我爸跟法院院长是老交情吗？走法律程序。”“那你去啊！”我愤怒离开，确定要走向法院起诉他们，用法律还我儿子一个公道。还没等我走出校园大门，周一泽追上来：“明叔叔，等一下！”我以为他突然良心发现，决定向我认错。“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周一泽突然从身后拿出一个日记本，咧着嘴笑：“对呀，认识到了。我错就错在没有把明霄的日记也公开给媒体，好好羞辱他一下。”看到熟悉的日记本封面，我僵在原地。封面上贴着的我们的全家福，正是儿子的日记本。周一泽晃着日记本，表情恶劣。我们翻出了明霄的日记本，现在整个年级都把他的日记看光了，哈哈哈哈！没想到明霄这么爱你这个废物爸爸，每天在日记里都是在倒计时见你的日子。果然罪犯的儿子最爱的还是他那个罪犯的爸爸啊！还有他说我们都欺负他，还想自杀，他太搞笑了，想死就赶快去死啊！这种废物活着也是浪费国家资源。我猛地抢过日记本，抖着手翻看了一页又一页，里面记载着儿子对我的思念，记载着他被锁在厕所时写下的绝望句子。今天书包又被扔进垃圾桶里了，课本全部都被泡烂了，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爸爸。周考测验被锁在厕所里出不去，但没有一个人来救我。爸爸，凳子上的图钉扎得人好痛。而最新一页则记载着他用修正液涂掉又重写的对老师偏见的委屈，还有一段画着小雏菊的感谢。我不是故意不参加周考的，为什么老师不听我解释就给了我一巴掌？那个女孩是唯一对我好过的女孩，但我不敢和她交朋友，我怕我会连累她。爸爸，你说过青春是一个人最大的宝藏，为什么我的青春连句感谢都难以启齿？还好你教过我写日记，
在这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泄。青春期孩子的自尊心大过天，他所有的心事和秘密就这么被公之于众，在班里传阅。他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人点评，受人耻笑。我甚至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周一泽拿着日记本，边看边嘲笑，尖锐的笑声刺穿儿子的自尊。哎呦，明霄，宋倩倩竟然还安慰你，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人家可看不上你，毕竟你有一个逃犯爸爸，哈哈哈哈！明霄，你什么态度？竟然敢对王老师不满？那就滚出我们班！我不敢细想，心脏揪痛。周一泽大笑着扬长而去，我死死攥着笔记本，眼泪落在封面上，晕染了字迹。找班主任和教导主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他们跟周一泽是同一条战线的。我通过校长意见箱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校长。校长是个面相和蔼的老头，看到我，他叹了一口气：明先生，我大概也知道你今天是为什么而来了。孩子们的事过去就过去了，明霄同学那么优秀，你给他转学完全可以让他开始新的生活啊。我咬着牙关不肯妥协。校长，这种事怎么能算了？这在明霄身上是一辈子的阴影啊！我必须得让霸凌者付出代价。校长，还希望您能严惩没有师德的2位老师，帮助我起诉周一泽。校长摇摇头：明先生，你说的容易，周家你动不了，这里面有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就连我们学校的实验楼都是周家和方家出资盖的，你们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根本斗不过周家，这件事学校处理不了，你还是赶紧放弃吧。我被从校长休息室请了出来。偌大的校园，竟没有一个人能为我儿子做主，没有敢对周一泽的霸凌说不。平原地区没有那目错迷眼的风沙，可此刻我却觉得睁不开眼。你好，是明霄的家长吗？我回头，一个中年女教师站在身后。我是明霄的父亲，您是？我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希望他能站出来还我儿子公道。我是秦老师，教明霄数学。他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声音压得很低。明霄的事我都知道了，心里头堵得慌。可周家在是手眼通天，咱们普通老百姓，我托人在 A 大附中问了，那边愿意接收明霄。这是我写的推荐信，学业为重，不能让孩子毁在这儿。原来秦老师也是来劝我放弃的。我眼中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最后向秦老师鞠了个躬。谢谢秦老师，但我在给明霄办理转学前，必须得让霸凌者付出代价。我转身走向楼梯口时，听见他在身后轻轻叹了口气。没权没势的普通家庭，怎么跟周家硬碰硬？回家后，我就准备材料起诉周一泽。没想到立案后，竟然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我的案子。我跑了多个律所，对方一听说对方是周家，立马尬笑着将我婉拒了。我走进 A 市最后一家小律所，最后也不出意外被婉拒了。我还想再求求律所主任，对方为难道：要不是真的有苦衷，哪有把生意往外推的道理？先生，我们这实在接不了啊。周行长的大舅哥是当地泰亨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我们要是接了这个案子，就是跟泰亨律所作对啊。我们这些小所还指望泰亨律所给我们留口饭吃呢。泰亨律所是当地最好的律所，几乎垄断了本市 90% 的案源。原来周家在这个行业也是有巨大的人脉。我回到医院，儿子在病床边静静地写数学题。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儿子消失了，现在的他变得内向又自卑，不仅面色惨白，眼神涣散，甚至有时对我和老婆都会应激。我把材料袋轻轻放在床头柜，试着用轻松的语气问：肖儿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啊？没想到儿子看到文件袋里周一泽的照片，一下子跳起来撞倒了椅子，抱着头趴在了病床下。别打我，求求你们别打了，我爸爸不是犯罪分子，不是。我心如刀割。肖儿，是爸爸，以后爸爸保护你。我将儿子从病床下抱出来，一遍遍轻拍他的后背，
安抚他的情绪。这时口袋响了一下，我拿出诺基亚，是一封陌生的邮件。听说你们找律师起诉老子，那就看看谁敢接你的案子吧，哈哈哈。和我想的一样，我找律师的事很快通过泰亨律所传到了周家耳朵里。我死死攥着手机，看着发抖的儿子。就算没有律师，我也要打赢这场官司。我开始自己搜集证据，准备各种材料，打算自辩。好在这时，团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已经为我找到了最好的律师团队，已经飞速往 A 市赶来。有了团长的通知，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整理材料后，我发现这所学校因为大多是豪门子弟，为了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性，几位家长曾斥巨资引进过一批国外监控设备，安在学校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只要我拿到儿子被霸凌的录像，胜算就会大大提高。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富贵子弟多，学校享受到了远超普通学校的待遇。可也是因为富贵子弟多，孩子们之间就被划分出3、6、9等，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当狗都活不下去。这根本就是病态，我必须改变。可就在我跟警方去学校申请调取班级监控时，又遇见了周一泽他们。看到我，周一泽流里流气地吹了个口哨：“大叔，是来给小爷下跪道歉的吗？”“哎呦，不用那么客气，让明霄来给我磕2个响头就行。”我冷哼，希望到了法庭上，你还能说话那么跋扈。周一泽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出了眼泪。你还想告赢小爷？恐怕你现在连个靠谱的律师都找不到吧？我没空跟他在这里逞口舌之快，对副校长道：“我是来带着公安调取监控的，还希望学校能配合一下。”警方也出示了相关证件。周一泽幸灾乐祸：“调取监控？你们帮着他调取监控？”说着，他对着警察道：“你们真是不想干了是吧？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谁帮着这个穷逼，谁就是跟我们周家过不去。”听到他自曝身份，2个警察对视一眼，却没有说话。但副校长却立刻说，监控因为意外已经删除了，没有搜查令，警察也没法拿走内存设备彻查。我一脸愤怒地道：“怎么可能被删除？你明显就是在说谎。”2位警察一脸无奈：“没有搜查令，我们也无法强行搜查。先走吧，明先生。没有允许强行查看监控是违法的。”我冷笑：“我儿子被霸凌成那样，不见霸凌者被法律制裁，我一个收集证据的反而要违法了。”周一泽得意的哈哈大笑：“你们这群没权没势的穷逼还想跟我作对？A市就没有不怕我们周家的，你就是找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话落，团长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周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回头，为首的是团长，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穿西装的人。“明正，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我向他点了点头，感激尽在不言中。周一则皱眉：“你个糟老头子是谁呀？居然敢管小爷的闲事，信不信让你在 A 市混不下去？”团长冷笑，威压尽显：“听说周家少爷权势通天，连权势的律师都不敢跟你作对，就是不知道我这从京城来的顶尖律师团队能不能跟少爷家的律师团队碰一碰。”原来团长身后的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是全国最顶尖的律师团队。周一则冷笑：“你傻了吧？鬼才会信你把京城最好的律师请来了。”班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在一旁阴阳怪气：“你们是谁？敢闯到我们学校撒野？以为不知道从哪里雇来几个人冒充律师就能为所欲为了？这是违法的，知道吗？”2名警察立刻上前要求律师出示相关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团长看了看手表，道：“我不想跟你们废话，各部门领导现在应该已经接到通知了，等他们来了，我们再详谈这件事。你是周一泽？你爸也会过来？”周一泽翻了个白眼：“
老不死的，真拿小爷当傻子哄！我爸现在在 B 市开会呢。他又指着我，我劝你带着你的这帮骗子同伙一起滚，不然等我告诉我爸你们欺负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团长目光冷然，真是好样的，我怎么不知道一个行长竟然有那么大威风？周一泽像没脑子似的开始吹嘘起来。那是当然，在这里我们家就是龙头老大。一旁的副校长眼见他越说越离谱，轻轻提醒周一泽慎言。周一泽不耐烦地睨了他一眼，怕什么？在这里我爸就是最大的，别忘了你这个副校长也是我爸托关系提拔的。副校长擦擦额头上的汗，脸瞬间涨得通红。周一泽伸出他的脚，一脸得意，明笑他爸，如果你跪下跟小爷道歉，把小爷的血舔干净，说不定小爷还能原谅你，不然你全家等着被我折腾吧。不把你们折腾散架，小爷名字倒过来写。我盯着周一泽不住冷笑，他当初就是用这副嘴脸欺负我儿子的吗？很快一辆车开了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几个人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周一泽骄傲地一抬下巴，看到没有，他是上面的领导，也得给我爸面子。他还以为来人是来给他撑腰的。副校长、王老师几个伥鬼大约也是这么以为，看着我的目光里又带上了我熟悉的轻蔑的笑。等中年人走近，周一泽率先喊道：陈叔叔你好，我见过你，我爸是周昌，这几个闹事的麻烦你处理一下。陈姓中年人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转身就跟团长握了握手。孟团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团长却只冷笑，轻飘飘道：领导，你们这的周行长真是一手遮天啊。是改姓周了。陈领导脸色凝重，是我失职，这件事我会严肃处理。周一泽急了，大喊：陈叔叔，你跟这个老不死的废什么话？闭嘴！等处理完你爸，你的事儿自会有人来彻查。陈领导回头呵斥一句，眼里满是寒霜，随即他又转身向我走来，眼中满是歉意。这位就是明先生吧？很抱歉，在我辖下会出现这等黑暗势力。您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彻查到底，还所有人一个公道。周一泽已经懵了，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他们这些蝼蚁出头啊？陈领导却冷哼，看向一旁已经开始哆嗦的副校长和班主任。蝼蚁？哼，这就是你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好好好，我竟不知这天下竟不再是人民的天下，是尔等蠹虫的天下了。副校长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猛地一巴掌扇在周一泽脸上。你给我闭嘴，满口胡言！老师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周一泽捂着脸不可置信。你他妈敢打我？我要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来了你们都死定了。团长却冷笑一声，不用打，他马上就到。片刻后，一辆商务车开过来，没停稳，脸色煞白的周父便慌慌张张地下了车，小跑了过来。我看着他们父子俩的狼狈模样，忍不住向团长投去感激的目光。团长拍拍我的胳膊，放心吧，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无惧任何黑势力。看到他爸，周一泽仿佛看到了救星。我爸来了，他肯定是知道你们这帮人欺负我了。爸，你一定让他们好看。周行长早已没了往日耀武扬威的派头，舔着笑脸走近。您是孟团长？误会，全是误会。周一泽还在大呼小叫。爸，你干什么？害怕这个老不死的？他到底是谁？周父又一巴掌扇在他另一边脸上，怒吼道：混账！他是军委直属的特派指挥员，你说他是谁？随着调查组赶到，周父面如死灰地被带走了。周一泽也被停了课，等候调查。所有涉事人员分别被撤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校方也乖乖提交了所有的监控视频。
周家、方家等当地婆罗门家族也相继被查。校方提供的视频里，周以泽、方圆等人将我儿子的头摁在马桶里，逼他喝尿。儿子挣扎反抗，周以泽眼珠滴溜溜一转，道：要不这样，只要你跑到操场上喊3声我爸是杀人犯，我就放过你，怎么样？儿子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死死瞪着他，一字一句道：我爸不是杀人犯。我紧紧攥着拳头，孟团长也看得气得吹胡子瞪眼。团长聘请的律师团队担任我儿子的代理律师，报警并提起了诉讼。所有霸凌过我儿子的人，校方，甚至是协助造谣传播的记者，一个都逃不掉。丢工作的丢工作，赔偿的赔偿，道歉的道歉。为首作恶的周以泽、方圆等人直接被校方开除，记入档案。趁着这个机会，上面趁机严打，大刀阔斧地彻查了 A 市的问题，翻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儿子当初所在的学校也被重新整顿，老校长被换下，新校长上位后大刀阔斧改革，严厉制止霸凌行为，更是严禁学生攀比之风。要拼就拼知识，拼成绩，拼品德。在这期间，我一直陪着儿子接受心理康复治疗。自打知道恶人受到惩罚，心结消除，儿子很快恢复了健康。陪着儿子重返校园那天，我们再次遇见了周一泽。他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跋扈，单肩挎着破旧的书包，一瘸一拐地走着，眼角还流着未消的乌青。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周家倒了以后，他得罪过的人纷纷找上门算账。听说被开除以后，他如今只能在隔壁一所职高预备院校上课，成绩一落千丈。看到我跟儿子，他张张嘴，声音嘶哑：你爸爸原来是那种保密职业，怪不得，怪不得。儿子已经走出心理阴影，不再像当初那样，一听到周一泽的名字就出现应激反应。相反，他直视着周一泽，冷冷吐出一句：我爸爸是英雄。我跟着也道：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这都是你自找的。过去这些年，我一心为国奉献，从没有拿身份压人，但也不会放任孩子被欺负。校门口突然传来争吵声，我回头望去，只见儿子之前的班主任正在与保安争执。他们比已经被判刑的副校长运气好，只是和教导主任一样被学校开除了。虽然进了教育系统黑名单，但好歹没进去吃免费牢饭。班主任嚷嚷着：我有东西遗落在办公室了，让我进去拿。保安大爷死活拦着不让进，怒斥道：你们这种没师德的人也配进学校？呸！万一你们再伤害学生怎么办？滚滚滚远点！天天吆五喝六的，早看你们不顺眼了。看到我，班主任突然冲过来：明先生，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刚订婚，要是丢了工作，我婆家不会放过我的。求你了，明先生，你放我一马。我严肃道：制裁你的不是我，是法律法规，是教师的职业准则，是生而为人的道德底线。王老师，当初你放任他们欺负明霄时，就已经不配当一名人民教师了。恶人有恶报。儿子的学习生活回到了正轨，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相隔2000里，我在边疆科研站躬身于实验台，儿子在教室奋笔疾书。高原上空，刚学会展翅的小鹰紧紧跟随老鹰翱翔，稚嫩的啼鸣响彻云霄。儿子康复后曾告诉过我，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像爸爸和孟团长一样伟大的人，为建设祖国而努力。我摸着儿子的头：你会怪爸爸吗？怪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害你被别人欺负。儿子眼睛亮亮的，语气坚定：我不会，因为我知道爸爸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10年后，我们的研究团队的测验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将在荒无人烟的高原进行首次测试。这将是被载入史册的重要一刻。15年后，博士毕业的明霄加入研究组。
他接过上一辈的实验成果，将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为国争光。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